各位好，美股坐標系又見面了。今天我們來說一家把人類困在地面100年的公司和它的千億賭局。讓我先問你一個問題：2026年的今天，人類能在3秒內發送一張照片到地球另一端，但為什麼從你家到機場還要花2個小時？這個問題聽起來荒謬，但它揭示了一個更荒謬的現實。過去30年，我們把所有聰明人、所有錢、所有技術進步都砸在了數字世界，而物理世界幾乎紋絲不動。你的手機從諾基亞進化到 iPhone， 從 3G 狂奔到 5G， 但你的通勤方式呢？還是那輛車，還是那條路，還是那該死的紅綠燈。2025年，美國人平均通勤時間是 28.5 分鐘，跟2000年比只少了不到2分鐘。洛杉磯的司機每年因為堵車浪費119個小時，紐約是101個小時。你算算看，一個紐約金融從業者年薪20萬美元，他一年光堵在路上就燒掉了將近1萬美元的時間價值。更可怕的是，這個數字還在變大。道路容量是物理上限，你不能像擴充服務器那樣隨便加車道，因為城市的物理空間已經被鎖死了。舊金山灣區想修一條新地鐵線要花200億美元，工期15年，最後每天只能多運3萬人。這就是物理世界的殘酷，它慢，它貴，它改不動。所以當有人告訴我有一家公司想讓人類像坐電梯一樣飛起來，用1/5的時間完成同樣的旅程，而且聲音比樹葉還小，我的第一反應是又來一個 PPT 造車的騙子。但喬比航空不是，他在2025年11月開始對第一架符合 FAA 標準的飛行器進行上電測試，不是模型，不是渲染圖，是一架真的能飛、能載客、正在為 FAA 最終認證做準備的飛機。2026年 ，FAA 的試飛員將親自操控這架飛機進行計分測試，這是拿到商業運營許可證前的最後一步。他在2025年完成了850次飛行測試，飛行總里程超過5萬英里，是2024年的2.6倍。這不是實驗室裡的小打小鬧，是在加州、日本富士賽道、迪拜沙漠上空的真實飛行。他跟豐田簽了近10億美元的投資協議，豐田不只是給錢，還要幫他建生產線。他跟達美航空、Uber 合作，要把空中出租車的叫車按鈕直接塞進你手機 App 裡。他在阿聯酋拿到了獨家運營權，在迪拜建垂直起降場，2026年就要開始載客。但這些都不是重點，重點是這只股票從2021年的高點跌了将近70%，然後在2025年暴漲62%，現在市值140億美元。市場先判了他死刑，又給了他新生。所以今天我要問的問題是， Joby Aviation 到底是什麼？它是一家造飛機的公司，還是一家重新定義城市出行的基礎設施運營商？如果是後者，140億美元的估值是太貴了，還是根本不夠？更重要的是，他手上的9.78億美元現金，按照每季度1.47億美元的燒錢速度，只夠燒不到2年。如果2026年拿不到 FAA 認證，他會立刻破產嗎？聽好了，接下來的20分鐘，我會把 Joby 的故事從頭到尾掰碎了講。我會告訴你，他為什麼可能成為下一個1000億市值的公司，也會告訴你為什麼哪怕一架飛機掉下來，整個行業都會停擺5年。這不是一個關於飛行汽車的科幻故事，這是一個關於物理世界基礎設施的投資敘事，關於人類出行方式的終極變革，也關於一場可能血本無歸的 all in。現在我要做一件事，把你腦子裡關於飛行汽車的所有想象全部刪掉。Joby Aviation 不是在造飛行汽車，它在造的是低空物理基礎設施。什麼叫基礎設施？基礎設施就是那些你用的時候根本不會去想它的東西。你按電梯按鈕，電梯來了，你進去，你出去，你不會去想電梯是怎麼工作的。你打開水龍頭，水流出來，你不會去想這水是從哪條水管、哪個水庫來的。Joby要做的就是把飛行變成按按鈕就能用的電梯。你打開 Uber， 點空中出租車，7分鐘後你就在機場了。你不需要懂航空學，不需要懂飛行員執照，你甚至不需要知道这飛機有幾個螺旋槳。但要做到這一點，有一個絕對的、不可妥協的硬性的門檻：靜音。聽好了，這是整個故事最重要的部分。如果 Joby 的飛機聲音跟直升機一樣大，那它永遠不可能進入城市，
為什麼？因為噪音污染。傳統直升機有多吵？大約85到90分貝。什麼概念？就是站在高速公路邊上，大貨車呼嘯而過的聲音。如果你家樓頂每天有100架直升機起降，你會瘋掉，你會打市長熱線，你會上街抗議，你會聯合整個社區把運營商告上法庭。所以過去100年，直升機從來沒有成為城市交通工具，它只能是富豪的玩具或者緊急醫療的特殊手段，因為它太吵了，城市居民根本不会允許它大規模存在。Joby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？2021年，Joby 跟 NASA 合作，在加州 Big Sur 附近的飛行基地做了一次聲學測試。NASA 在地面上布置了50多個全向麥克風，組成一個聲學測試網格。Joby 的飛機在500米高度，以100節185公里每小時的速度飛過這個網格，一共飛了6次。NASA 的測試結果是 45.2 分貝，冰箱運行的聲音是40分貝，樹葉沙沙聲是50分貝。也就是說，當Joby的飛機在你頭頂500米飛過時，你聽到的聲音比樹葉沙沙聲還小。NASA 的工程師說，這個聲音在城市環境的背景噪音中幾乎無法被察覺。更誇張的是起降階段，傳統直升機起降的聲音是85到90分貝，Joby呢65分貝。正常對話的聲音是60分貝，辦公室裡的背景噪音是70分貝。也就是說，Joby起降的聲音跟你跟同事聊天差不多大。2025年 ，Joby 又做了一次更精細的測試，他們模擬了一條從洛杉矶市中心到約翰維恩機場的飛行路線，用真實的城市背景噪音数據做对比。結果顯示，在整個往返飛行中，Joby的噪音超過環境噪音的區域只有 0.17 平方英里，在巡航階段，這個數字下降到 0.004 平方英里。傳統直升機在同樣路線上，噪音超過環境噪音的區域是45平方英里。你看出差距了嗎？ Joby 的噪音污染面積是直升机的265分之一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 Joby 可以在城市裡大規模飛行，而不會引發居民抗議。這意味着它可以在學校、醫院、公園上方飛過，而聲音甚至低於環境噪音。這意味着它拿到了進入城市的唯一門票。Joby 是怎麼做到的？他用了6個螺旋桨，而不是直升機的一個大旋翼。每個螺旋桨的葉片形狀、半徑、轉速、夜間速度都經過精密設計，為的就是把噪音降到最低。更關鍵的是，這6個螺旋桨可以獨立調整傾斜角度、轉速、葉片俯仰角，避免葉片與漩渦之間的相互作用。這是直升機呼呼呼聲音的主要來源。NASA 的聲学工程師說，Joby 的声音是寬頻噪音，聽起來像白噪音，而不是直升機那種刺耳的脈衝聲。人類的耳朵對寬頻噪音的容忍度更高，因為它聽起來更自然，不那麼刺耳。現在你明白了嗎？靜音不是一個技術細節，它是 Joby 能否成立的前提。如果聲音降不下來，這家公司就不存在。但如果聲音降下來了，它就能重新定義整個城市的出行邏輯。因為當飞行變得像電梯一樣安靜，它就不再是交通工具，而是3維電梯。你可以直線穿過擁堵的城市，從 A 點直接飛到 B 點，7分鐘，安靜、準時、零排放。這就是 Joby 在做的事兒，他在把物理世界的維度從2維升級到3維。現在我要講一個更深層的邏輯。Joby 的估值邏輯不是他造了多少架飛機，而是他控制了多大的網絡。這是一個雙層版圖。一層是地板，一層是天花板。地板決定了 Joby 能不能活下來，天花板決定了它能涨到多高。地板 FAA 認證通往印鈔機的入場券。先說地板， Joby 現在最重要的事兒不是造飛機，也不是簽合同，而是拿到 FAA 的 Type Certification 型號認證。這是什麼？這是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對一架飛機的最終批准。沒有這個證，你的飛機就不能載客。哪怕你造了1000架飛機，哪怕全世界都想買，你也不能賣，因為那是違法的。FAA 的認證過程有5個階段。Stage 1，概念設計審查。FAA 看你的設計方案，確認這東西理論上可行。Stage 2，初步設計審查。FAA 開始檢查你的具體設計細節，包括材料、結構、電路、軟件。Stage 3，關鍵設計審查。FAA 確認你的設計能滿足所有安全標準。Stage 4，合規驗證。
你開始造真正的飛機，做大量測試，證明飛機的表現符合設計預期。FAA 會派人全程監督。Stage 5，最終認證。FAA 的試飛員親自操控你的飛機做計分測試。如果通過，你拿到 Type Certification， 可以開始商業運營了。Joby 現在在哪兒 ？Stage 4完成了 70%，FAA 那邊也完成了 50% 以上。2025年11月 ，Joby 開始對第一架認證飛機進行上電測試。這是什麼意思？這意味着這架飛機已經不是原型機，而是嚴格按照 FAA 標準制造的，用於最終認證的飛機。每一個零件都是按照 FAA 批准的設計制造的，每一個零件都有 FAA 指定的工程代表檢查簽字。2026年 ，Joby 的試飛員會先飛這架飛機做內部測試，然後 FAA 的試飛員會接管操控，開始計分測試，這是最後一步。如果通過 ，Joby 就能拿到 Type Certification。整個行業裡沒有任何一家 eVTOL 公司拿到過這個證 ，Joby 是最接近的那一個。為什麼說這是地板？因為這是 Joby 能否活下來的分水嶺。如果2026年拿不到證，他就得繼續燒錢。他現在手上有 9.78 億美元現金，每季度燒 1.47 億美元。按這個速度，他還能燒不到2年。如果認證拖到2027年，他就得再融資，股東就得被稀釋。但如果拿到了呢？那這個證就是護城河。聽好了 ，FAA 的認證過程就是一道行政壁壘，它不是技術壁壘，因為技術上 Archer、Lilium、Vertical Aerospace 都能造出能飛的飛機，但 FAA 的認證就是把這個行業的門檻拉到了天上。你要證明你的飛機在任何天氣、任何負載、任何飛行階段都絕對安全。你要提交幾千頁的測試數據。你要讓 FAA 的工程師翻你的每一行代碼，你要讓 FAA 的試飛員親自操控你的飛機，在各種極端條件下測試，這個過程要花多少錢？數億美元，要花多少時間？5年以上。Joby 從2009年成立到現在2026年，已經燒了17年，它累計虧損超過10億美元，但只要他拿到這個證，他就是第一個拿到證的公司。第一個拿到證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他可以開始載客，開始賺錢。其他公司呢，還在排隊，還在燒錢，還在等 FAA 審批。這就是 Joby 的地板。FAA 認證是通往印鈔機的入場券，而 Joby 是最接近這張券的人。天花板不賣飛機，賣票運營網絡的遷移邏輯。現在說天花板，大部分人看 Joby 以為它是一家造飛機的公司，錯了。Joby 的商業模式不是賣飛機，是賣票。什麼意思？傳統航空公司的邏輯是，我造飛機，我賣給航空公司，航空公司拿去運營。波音、空客就是這麼幹的。但 Joby 不是 ，Joby 要做的是自己運營。你打開 Uber， 點空中出租車，7分鐘後 Joby 的飛機來接你，把你送到機場。你付的錢不是買飛機，是買這趟旅程。Joby 收的錢不是賣硬件的錢，是賣服務的錢。為什麼這個模式更值錢？因為現金流模型完全不一樣。如果 Joby 賣飛機，它的收入是一次性的，我賣給你一架飛機，收你200萬美元，然後這筆生意就結束了。你拿着飛機去賺錢，跟我沒關係。但如果 Joby 運營網絡呢？它的收入是持續的。假設一架 Joby 飛機一天飛10個架次，每個架次載4個乘客，票價200美元，那一天就是8000美元。一年飛300天就是240萬美元，而一架飛機的制造成本 ，Joby 說是100萬美元左右。也就是說，一架飛機1年就能回本，然後剩下的都是净利潤。更關鍵的是 ，Joby 不需要把飛機賣出去，它可以持續控制這個網絡，它可以決定在哪裡飛，什麼時候飛，票價多少，跟誰合作，這就是平台的力量。現在你明白 Joby 為什麼要跟 Uber 合作了嗎？ Uber 有5億用戶，有成熟的打車 App， 有支付系統，有運營經驗。Joby 只需要把他的飛機接入 Uber 的平台，用戶就能在同一個 App 裡叫車，也叫飛機，無縫銜接。你也明白 Joby 為什麼要跟達美航空合作了嗎？達美在紐約 JFK 機場、洛杉磯 LAX 機場有起降權，有地面設施，有客戶群。Joby 在機場建 Vertiport， 達美的乘客如果堵在路上趕不上飛機，可以叫 Joby 的空中出租車，7分鐘直達機場。達美省了改簽成本，
周筆賺了票錢，乘客省了時間，3贏。這就是周筆的天花板。它不是一家造飛機的公司，它是一家低空出行網絡的運營商。如果它能在紐約、洛杉磯、舊金山、邁阿密、迪拜建起一個網絡，有幾百架飛機，每天飛幾千個架次，那它的估值就不是按賣了多少架飛機算，而是按控制了多大的網絡算。Uber 的市值是1500億美元，它不造車，它只是一個打車平台。周筆如果能做到空中版 Uber，它的市值憑什麼不能到幾百億、上千億？這就是周筆的雙層版圖。地板是 FAA 認證，天花板是運營網絡。地板決定它能不能活，天花板決定它能漲多高。那麼，什麼會讓周筆的股價在2026年爆發？有幾個催化劑。催化劑1：軍用背書 ，Edwards 空軍基地。2025年10月，周筆把一架飛機交付給了美國空軍 Edwards 空軍基地。這不是民用，是軍用。Edwards 空軍基地是什麼地方？那是美國空軍測試中心，是美國所有新型飛機必須通過的試驗場。B-2隱形轟炸機、F-22猛禽戰鬥機、X-15火箭飛機都是在那裡測試的。周筆把飛機送到 Edwards， 意味着美國軍方在測試它的 eVTOL 技術，看能不能用於戰場，比如快速運送傷員、快速部署特種部隊、快速補給彈藥。這是一個巨大的信號，美國政府相信這個技術是可行的。如果軍方都敢用，你覺得民用還會有問題嗎？軍方的安全標準比民用高得多。如果軍方測試通過 FAA 的認證，就更有把握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軍方的訂單是真金白銀。周筆已經拿到了國防部的合同，雖然金額沒有公開，但這至少證明了一點：周筆不是空手套白狼，他是有收入的。2025年第3季度，周筆的收入是2260萬美元。這個數字看起來不大，但你要知道，這是一家還沒拿到 FAA 認證的公司，它還不能載客，但它已經在賺錢了。這個錢從哪兒來的？一部分是國防合同，一部分是他收購的 Blade Air Mobility 的業務。這意味着周筆已經不是純研發階段了，他開始有收入了。這對投資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心理轉折點。催化劑2：迪拜未來城市的試驗田。2024年，周筆拿到了阿聯酋政府的獨家運營權，要在迪拜建立空中出租車網絡。為什麼是迪拜？因為迪拜是全世界最適合測試新技術的地方。它有錢，它有政策支持，它有開放的監管環境，它有對新事物的接受度。更重要的是，迪拜的地理環境非常適合 eVTOL。它是一片沙漠，城市分散，地面交通擁堵，氣溫極高，夏天50度，正好可以測試周筆的飛機在極端環境下的表現。2026年，周筆要在迪拜開始載客飛行。注意，這不是商業運營，而是資格認證項目。什麼意思？就是周筆可以在阿聯酋民航局的監管下開始飛乘客，但不收錢，只是為了積累數據，為以後的商業運營做準備。這個數據有多重要？ FAA 可能會把周筆在迪拜的飛行數據算進它的 TIA 測試裡，也就是說，周筆在迪拜的每一次飛行都可能幫助他更快拿到 FAA 認證。更關鍵的是，迪拜是一個展示窗口，如果周筆能在迪拜成功運營，全世界的城市都會看到這個技術是可行的，是安全的，是可以大規模推廣的。迪拜就是周筆的未來城市試驗田，他在那裡證明自己，然後複製到紐約、洛杉磯、倫敦、東京。催化劑3：政策支持 EIPP 計劃。2025年，美國政府推出了一個計劃，叫做 eVTOL Integration Pilot Program，EIPP 電動垂直起降飛機整合試點項目。這是什麼？這是美國交通部和 FAA 聯合推出的計劃，目的是讓成熟的 eVTOL 飛機在拿到完整認證之前，就可以開始在部分城市試運營。什麼意思？就是周筆不需要等到拿到 Type Certification， 就可以在某些城市開始飛了。當然，這不是完全商業化，而是有限制的試點，但至少可以開始載客，可以開始積累運營數據，可以開始讓公眾看到這個技術是可行的。周筆已經在跟多個州政府、地方政府談，看能不能參與 EIPP 項目。如果成功，周筆可能在2026年就開始在美國某些城市載客飛行，哪怕那時候他還沒拿到完整的 Type Certification。
這對周筆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催化劑，因為它可以提前進入市場，提前建立品牌，提前測試運營模式。而且 EIPP 是美國政府的背書，它等於是在說，我們相信這個技術，我們願意給它機會，我們願意讓它在部分城市先試試。這就是2026年的3大催化劑：軍用背書、迪拜試點、政策支持。每一個都在告訴市場，周筆不是 PPT 造車，它是真的在做事，真的在推進，真的離商業化越來越近。接下來老環節，該潑冷水了。我剛才講了周筆有多牛，有多接近成功，但我也得告訴你，周筆有多危險。風險一，現金流還能燒幾個月。周筆現在手上有 9.78 億美元現金，它每季度燒 1.47 億美元，而且這個數字還在漲。2025年第3季度燒了 1.47 億，比第2季度多燒了3500萬。為什麼？因為它在冲刺認證，在擴產能，在建 Vertiport， 在招人，這些都要錢。按這個速度 9.78 億美元能燒多久？不到2年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周筆在2026年底還拿不到 FAA 認證，還不能開始商業運營，還不能開始有實質性收入，他就得再融資。再融資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發新股，意味着股東被稀釋。2025年10月，周筆剛做了一次融資，通過股權發行融了 5.76 億美元。這次融資讓股東被稀釋了 19%。如果2027年再來一次，股東又得被稀釋一次。這就是投資周筆的最大風險。你押注的不僅是這個技術能不能成，還是它能不能在錢燒光之前成。風險二，技術單點故障，一架飛機掉下來，整個行業停擺5年，這是一個更可怕的風險。周筆的飛機現在還沒有載過一個付費乘客，它飛了850次，飛了5萬英里，但那些都是測試，不是商業運營。如果周筆拿到認證開始載客，然後有一架飛機掉下來了呢？我不是說一定會掉，但你得考慮這個可能性。飛機是機器，機器會故障，電池會起火，軟件會出 bug， 螺旋槳會斷裂。如果有一架飛機在紐約上空掉下來，砸死了人，你覺得會發生什麼？ FAA 會立刻停飛所有 eVTOL 飛機，整個行業會被凍結，媒體會鋪天蓋地報道飛行汽車殺人，公眾會恐慌，政客會要求徹查。這不是危言聳聽。你看看波音737 MAX 2次墜機事故，346人死亡，全球停飛2年，波音損失了200億美元，市值蒸發了600億美元。eVTOL 行業現在是零事故，但它也是零商業運營。一旦開始大規模飛行，事故的概率就會上升。哪怕只有一次事故，整個行業都會停擺。這就是單點故障風險。周筆的命運不僅取決於他自己，還取決於整個 eVTOL 行業不能出事。只要行業裡任何一家公司掉一架飛機，周筆也會被連累。風險三，估值泡沫，140億美元是不是太貴了？現在說估值，周筆現在市值140億美元，他2025年的收入是多少？前3個季度加起來不到5000萬美元，全年估計7000萬美元左右。你算算看，他的市銷率是多少？200倍。周筆的200倍市銷率意味着市场給他的估值完全不是基於他現在的收入，而是基于他未来的收入。市场在賭什麼？賭他2026年拿到認證，2027年開始大規模運營，2030年收入達到幾十億美元。但如果這些假設有任何一個不成立呢？如果認證推遲到2027年呢？如果商業化沒那麼順利呢？如果票價太貴，乘客不買賬呢？那140億美元的估值就會立刻崩塌。2021年，周筆的股價最高到過17美元，市值超過100億，然後跌到2023年的最低點3.5美元，市值只剩20億。然後2025年又漲回到6美元左右，市值140億。這種大起大落說明什麼？說明市場對周筆的估值完全是情緒驅動的。樂觀的時候覺得它是下一個特斯拉，悲觀的時候覺得它是下一個 Nikola。所以投資周筆，你不僅要判斷技術，還要判斷市場情緒。你不僅要看基本面，還要看股價波動。風險四，競爭對手 Archer、Lilium、Vertical Aerospace。最後一個風險，周筆不是唯一的玩家。Archer Aviation 市值46億美元，也在衝刺 FAA 認證。它跟聯合航空合作，
要在紐約、芝加哥、洛杉磯建網絡。它的飛機 Midnight 能載4個乘客，續航20英里，跟 Joby 差不多。Lilium 德國公司在開發一種7座的 eVTOL， 能飛155英里。它的技術路線跟 Joby 完全不同，它用的是電動渦扇發動機，而不是螺旋槳。它在歐洲和中東都有訂單，但它也在燒錢，現金流壓力比 Joby 還大。Vertical Aerospace 英國公司在開發 VX4， 能載4個乘客，續航100英里。它跟美國航空、維珍航空、日本航空都有合作，但它的認證進度比 Joby 慢。還有中國的易航、小鹏汇天都在做類似的東西。這個市場不是贏家通吃， eVTOL 可能會像汽車行業一樣，有好幾家公司共存。問題是 Joby 能不能成為那個福特或豐田，而不是那個薩博或龐蒂亞克？這取決於它的速度、它的網絡、它的成本控制、它的品牌，現在還看不出來。最後說說我的結論， Joby Aviation 不是一家造飛機的公司，它是一家在重新定義城市出行的公司。它在賭的不是 eVTOL 技術能不能飛起來，這個已經被證明了，它已經飛了850次5萬英里。它在賭的是這個技術能不能大規模商業化，能不能變成像 Uber 一樣的平台，能不能讓幾百萬人每天用它通勤。過去30年，我們見證了數字世界的爆炸式增長。我們把信息從銅線搬到光纖，從光纖搬到衛星，從衛星搬到太空。我們把計算能力從每秒幾千次提升到每秒萬億次。我們把數據存儲成本從每 GB 幾千美元降到每 GB 幾分錢。但物理世界呢，幾乎沒變。我們還是坐在車裡，堵在路上，看着紅綠燈一點一點往前挪。我們的出行方式跟1950年代沒有本質區別，因為物理世界太慢了，太難改了，太貴了。Joby要做的就是打破物理世界的枷鎖，它要讓你從地面解放出來，飛到空中。它要讓你從2維世界進入3維世界。它要把你的通勤時間從2小時壓縮到7分鐘。如果它成功了，這不僅是一家公司的成功，而是人類出行方式的終極變革。但如果它失敗了呢？所以，投資 Joby 不是在投資一家公司，而是在投資一個你所堅信的未來。你相信物理世界可以被重新定義嗎？你相信人類能從地面飛起來嗎？你相信 FAA 會批准這個技術嗎？你相信市場會買賬嗎？如果你相信，那 Joby 就是你的賭注。140億美元的市值可能只是起點。如果它真的能建起一個全球性的空中出行網絡，它的市值可能到500億、1000億甚至更多。但如果你不相信，那 Joby 就是一個泡沫。140億美元的估值會在某一天崩塌，跌回20億、30億甚至更低。2026年是 Joby 的拐點，它要麼拿到 FAA 認證，開始商業化，股價翻倍，要麼拿不到，繼續燒錢，股價腰斬。你要做的就是判斷你願不願意參與這場遊戲。無論 Joby 成功還是失敗，他都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他在挑戰物理世界的極限，他在挑戰人類出行方式的極限，他在挑戰 FAA， 挑戰公眾認知，挑戰整個行業的規則。這種公司值得我們關注，值得我們尊重，也值得我們冷靜地分析它的風險和機會。2026年我們會看到答案。Joby 要麼飛起來，要麼掉下去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。最後祝各位周末愉快，咱們下期見。